安各位 ，Apple Watch 出了这么久，出了11代，我终于用到它了。我是第一次使用 Apple Watch， 这个呢是 Apple Watch 11代，我大概已经戴了1个月左右。我觉得在使用这些智慧装置之前呢，我们都要先花一点时间去查说它有什么好用、必学的功能。不用担心各位，这部影片呢已经帮新入坑或是准备要买的各位做好功课了。如果你已经很熟悉 Apple Watch 怎么用，那你就帮我看看我们漏掉哪些必讲的功能。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操作。如果我们要在手表上面找 App， 你表冠按一下，它就会进到 App 的选单里面，然后它就会这样一个一个连在一起。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看不清楚哪一个 App 是谁，你滑到最下方这边，它就可以改成横式排列，而且 App 都会搭配名字，这样就会很好找。其实还是有蛮多人喜欢这样子格状的设计。那你知道你可以把你常用的 App 放在中间吗？让你一进去就可以立刻找到这些 App。到 Watch 里面呢，然后你找到 App 显示方式，然后在格状显示这边呢，你选择它的排列方式，这边就是你整个手表长的样子。比如说像我可能常常用到这个远端相机操控的，我就可以把它移到上面，然后把你喜欢常用的 App 移到上面，这样你一点开，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点到它们。像我一开始觉得有些 App 根本不用出现在 Apple Watch 上，可不可以不要显示？可以，你一样进到这个 Watch 的 App 里面，然后滑到最下方，它有一个已在 Apple Watch 上安装，这个是你 iPhone 里面有下载，而且有支援 Apple Watch 的 App。找到你不想要显示的 App， 你就把这个显示 App 与 Apple Watch 关闭。这样子它就不会显示在你的 Apple Watch 上喽。Apple Watch 它有一些单手操作的手势，我觉得蛮帅的。然后它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它也会特别的教你。比如说在唤醒 Apple Watch 的时候，你点2下，你就可以开启智慧型堆叠。这个智慧型堆叠就有点像是 iPhone 的 widget 小工具们，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放一些资讯啊，让你快速看，比如说天气啊、行程表等等。那这个互点2下的手势呢，就可以拿来接听、挂电话，或是闹钟的稍后提醒、拍照等等。就如果你刚好一只手在忙别的事情，就很方便。另外一个手势呢是翻转手腕。因为 Apple Watch 没有上一页或是关闭的选项，比较旧款的是你按表冠会回到上一页，或是你把手覆盖在荧幕上就会回到主画面。现在使用完一个 App， 翻转手腕就可以回到主画面，把这个 App 关掉。比如说你看到讯息啊，然后这个讯息看完了，翻转手腕就可以直接把它关掉。或是你正在开会，有人来电，但你不能接的话，翻转一下就可以静音。或是你把手直接盖在荧幕上，也可以让它静音。在手表上，我如果想要关掉或是重开 App， 我应该要怎么做呢？首先呢，你表冠按2下，就会跑出之前你开过的 App， 选定你想要关闭的 App， 往左滑就可以按叉叉，往左滑就可以按叉叉，往左滑就可以按叉叉。那 Apple Watch 的控制中心呢，在右侧的按钮，你按一下就会跑出来了。那这边呢，你就是可以看手表的电量啊、开手电筒啊、手表静音等等的设定都在这边。刚刚前面我们有讲到，我们收手点2下就会跑出智慧型堆叠。比较前期的机型呢，它是表冠由下往上转，就会跑出这个智慧型堆叠。看你现在正在使用什么 App，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听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App， 你想要放在最上面，这边可以新增你想要放的小工具，比如说像是行事历啊、计时器等等你常用的 App。那点选右上角这个图钉，你就可以定选这个工具，这样你每次打开智慧型堆叠，第一个就会看到它。有没有已经用一阵子的观众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智慧型堆叠都放了哪些东西？因为我需要快速用到的，我都会直接放在表面上。那这一块我就不需要放什么啦，所以你们都放哪些东西呢？那前面讲完基本操作之后，想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用过 Apple Watch 之后，我觉得几个很实用的功能。有时候你出门，手机放在包包里面，你懒得拿出手机，你的 Apple Watch 也可以直接 Apple Pay 或是 Line Pay。虽然手机绑过 Apple Pay， 但新的手表也需要再绑一次。手表上可以在钱包这个 App 上面绑定，按照上面的步骤完成之后呢，出去你侧边按钮按2下，就可以叫出 Apple Pay， 那你就可以哔靠近支付。那如果是 Line Pay 的话呢，你的手机里面就要先下载 Line Pay 这个 App， 然后它就会跑到手表上。像我习惯会把 Line Pay 的捷径加在桌面上，如果有需要的话，嘿，点一下就可以直接付款。你会帮我打马赛克吧？载具的话，我就是先在手机里面下载发票存折这一款 App。有些 App 没有支援 Apple Watch， 你 App Store 滑到下面，然后这边呢，它会写它有支援哪些装置。如果它有写 Apple Watch 的话，它就有支援手表。那我也是直接把它放在表面上，点一下就可以快速叫出载具，非常方便。那要怎么更换表面呢？一样是到 Watch 这个 App 里面，它的这个表面图库这边就有非常多的表面可以选择。然后你每一个表面点进去呢，它还有非常多不同的东西可以更改。那我自己现在用下来最满意的呢，是在健康与健身里面的组合
因为我想要有数字，然后想要有日期，然后就可以放一些快捷键。这一款表面呢，可以加入超级多的东西。你滑到最下方这个复杂功能，这边呢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可以把载具啊跟 Line Pay 放在这边，但是不一定每一款表面它都有支援快捷键，而且可以加几个也是看表面的配置。中间这一块呢，我就是把它改成我的排程，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我今天要做哪些事情。左上角呢，我就会放运动训练。中间呢跟右下方就是各自放载具跟 Line Pay。点进这个复杂功能，找到这个发票存折，发票存折就是我刚刚的载具，然后右下角我们就是把它改成 Line Pay。我的条码，我的左下角是放相机控制器，这个比较少用。我觉得如果你要放的话，也可以放那个手表的电量，我觉得也蛮实用的，就会长得跟我的表面现在这样子一模一样啊。他叫我站起来运动一下。他叫我站起来运动一下，我不能违抗他。你要不要一点主见？哦，他叫你站你就站。然后这就是我的表面，我觉得蛮好用的，推荐给大家这个配置。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高的表面。它的表面呢，它是选择把他喜欢的明星的照片放在手表上面轮播。那它上面其实是可以选择随机显示，随机显示你手机里面的相簿。那如果你是选择特定的照片，你可以选择24张，然后你就可以让它去轮播。那每次手表抬起来就会是不一样的照片。他特别喜欢这个桌布，他每次都会跟我分享。那一只手表，我什么表面都想要，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自己设定好几个表面。你一样在这个独立的 App 里面，然后你找到时钟，然后滑动来切换表面这个选项打开，这样子你的手表就可以左右切换不同的表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常忘记自己的手机，顺手就不知道把它放到哪里去？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手表来找手机。刚才不是有说按一下侧边按钮就可以叫出控制中心？你点选这个呼叫手机，你的手机就会开始叫，然后它大致会讲一下说你跟手机的距离，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在这儿。那手机可以找手表吗？可以。首先呢，你要在手机的控制中心里面加入一个叫做呼叫我的 Apple Watch。找不到你的手表的时候，你就点选这个按钮。你的手表就可以发出声音让你找到它咯。那它也可以远端控制 iPhone 拍照。假设今天没有人帮我们拍照，手机又离我们很远，那你可以在手表上开启这个相机遥控器，然后你也不用在手表上面按哦，你只要使用刚刚的双指互点2下，就可以远端控制拍照。如果你觉得这个 App 要找很久，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把这个快捷键放在表面上，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点开它。虽然说这个功能可能比较少用到，但你知道 Apple Watch 可以截图，也可以萤幕录影吗？你一样在这个 Watch 的这个 App 里面，然后你到一般，然后开启这个启用截图。这个启用截图的功能打开之后，你就同时按下表冠跟侧边按钮，它就可以截图，然后截图完的照片呢就会存在你的相簿里面。想要录制手表的画面，你要必须先让它的画面出现在手机上。首先呢，你先到 iPhone 的设定，是 iPhone 的设定哦，不是 Watch 的设定哦。到 iPhone 的设定，然后辅助使用，然后滑到下方这边 Apple Watch 镜像输出，打开这个 Apple Watch 镜像输出的选项，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手表的画面就已经显示在手机上。如果你要录制的话，你就要先打开手机的萤幕录影 ，Apple Watch 的镜像输出。这样子你就可以录到手表完整的画面。那我个人其实最爱的功能呢是睡眠侦测，我每天都会带着手表睡觉，然后每天起床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看我昨天睡的分数有多高。我的分数真的都蛮高，我现在记录是，我戴了1个月左右嘛，我有3次睡到100分。我就觉得我很厉害。通常我平常已经都是睡90几分了，但是偶尔就3次我睡到100分，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是不是可以去参加什么睡觉比赛？来，有没有就是跟我一样会睡的人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其实我大部分分数都还算蛮高的，我只要有熬夜的那一天，我分数就会比较低。然后它上面还会显示一些，比如说你在睡着时的心率啊，然后你在睡着时的呼吸速率等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算是一个睡得蛮好的人，我知道他可能很多人很浅眠啊，很不好睡之类的。
哦，但是他会说异常是因为我的睡眠持续时间太少，因为我那几天睡太少。那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你有设这个起床闹钟 ，Apple Watch 就会叫你起床，它不会像手机一样发出那种很让人躁郁的那种铃声，它是会用震动来唤醒你。它一开始会很温柔，然后发现你叫不醒的时候，越震越大力。那我必须说是真的会被叫醒。是有感觉的，你真的会有感觉被叫醒。但是因为闹钟响的时候，你只要手指头这样子点2下，你就可以继续贪睡。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容易不小心睡过头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除了设起床闹钟之外，你必须要再设一个一般的闹钟，以免自己睡到糊涂。不要教人家这个功能，他们就不会。如果你是同时有 iPhone 跟 Apple Watch， 那你设起床闹钟响的就只会有手表，手机不会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苹果有推出一个叫做 Apple Fitness Plus 的服务，因为新手表有送3个月，所以我当然来体验一下。它是一个要让它动起来的订阅服务。那我觉得它很不错的地方是，它有一些影片就只有10分钟。你知道人的惰性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一个运动影片有30分钟，你可能就会不想做。但如果只有10分钟的话，就好吧，我好像可以逼自己硬盯一下。影片的一开始呢，它就是会有一个老师，然后配2个陪练员。运动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佩戴手表嘛，所以它的左上角就会显示我们运动持续的时间、心率，还有消耗的卡路里。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觉得认真做的话，它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像我之前在家自己做瑜伽，做完我是真的觉得我的身体有被拉开，有放松的感觉，而且我只要做完伸展的那一天，我当天晚上都可以超快睡着，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很想试试看。可是你本来就很好睡。我是真的本来就很好睡，但我有时候也会稍微翻一下。哦，不会吗？而且像现在人很忙，那如果你下班之后，你还要特别去外面运动，你就会很累，然后会降低运动的意愿。所以这种就很适合你自己在家有空的时候来做一点运动，比如说洗澡前半个小时，你可以稍微伸展一下。你知道，像现在以我这个年纪来说呢，坐着一整天，到晚上就真的很需要伸展。你知道我每次去给人家按摩，我都被按得要死要活，超痛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月费是150块，然后可以额外跟5名家庭成员共用，所以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或朋友们一起体验这个 Fitness Plus。但是我在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比较不方便，是因为它都是讲英文，然后也是英文字幕，所以如果我要运动的时候，我听英文可能没有办法听得这么懂，我就要一直看着老师哦。比如说有一些低头的画面，我这样做哦。然后我就要这样看着老师什么时候换下一个动作，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都会选那种短短10分钟的运动，所以我就会觉得运动起来没有这么痛苦。这样。好的，以上就是我觉得刚入手 Apple Watch 的人必须要学会的功能。如果有哪些我没有讲到的，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留言、追踪我的 IG。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大家拜拜。我觉得我的表带很好看。你确定我们的封面要这样子？你不要一直笑啦！不要表带。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影片是说，你先把眼睛睁大，微笑，放松，这就是你的时尚脸。笑，脑袋放松。手表拿起来。